李想，糟了，周浩被院长叫去训话了。咋了？批评啥呀？好像是郑教授发烧的事。最近课题进度怎么样？我最近系统梳理了课题研究领域内所需的前沿理论和最新研究成果。还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敷衍我，还不滚回实验室去！今年是过不了好年喽。郑教授，想我了吗？这么晚了还要来折腾我？我去实验室看看实验进度啊。哎，我刚从实验室回来，实验没问题，您不用去了。说说吧，您最近有什么进展？我最近系统梳理了课题研究领域内所需的前沿理论和最新研究成果。还有呢，我还约了领域内最权威的教授之一，对课题进行了深入讨论，并确定了后续研究方法。郑教授，您说的不就是那天跟袁教授吃了顿饭吗？当天你也没提课题的事啊。周浩，我最近实在太忙了，不仅要指导你的课题，我自己的课题也得跟啊。郑教授，您就别找借口敷衍我了，我们的课题进度已经比我预期晚很多了。我们进度已经很快了，我之前都没这么快过。这个课题做不完不能回家过年啊！您作为指导老师要全程指导的，一会儿来我们寝室讨论课题啊。今天太晚了，改明天行不？不行，今年过不了好年了。那3点前睡觉行吗？你们已经准备在学校过年了是吧？郑教授，东西都帮你准备好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咖啡啊，防止一会儿晚了您犯困，影响我们讨论。三涛，你做事还是不够周全。为啥？1杯怎么够？3杯不行了，头晕啊。那您休息会儿吧，我们先去上课了。周浩，我实在顶不住了，今天我能请假1天吗？批不了，我们今天只有上午的课，您下午必须一起在实验室。不行，我感觉有点发烧了。郑教授，你先喝点热水。谢谢啊。咖啡？对啊，既能暖身子，还能防止犯困。做实验犯困是很危险的。你们咋的了，老郑？我要告状，603欺我老无力啊！院长，您叫我。周浩，有人指控你虐待老人呢。谁啊？郑教授都烧到39度了，你还不允许他请假？正是发光发热的年纪，39度也不算高啊。院长的意思呢？你悠着点。我很克制啊，该 push 的时候呢就 push 一下。咱们院这学期的指标还指望着你的课题呢，但你呢也要注意分寸，至少给郑教授留口气，知道吗？晓得了。谢夫特。当我转入尖子班，今天要批评陈曦和江凡同学，期末考居然迟到1个小时，有什么想说的？如果大家没有把握在1个小时内完成试卷，请不要轻易模仿。你呢，陈曦？校长，提前1小时交卷有没有错？没有啊。那我迟到1小时答卷，跟我提前1小时交卷的结果是不是一样？对呀，那怎么也有错？你们俩严肃一点啊！接下来公布处罚，陈曦和江凡2位同学处以寒假结束前不得返校学习的处分。你们俩下去吧，大家千万不要向他们2个学习啊！好，接下来是学年表彰啊，咱们掌声有请。陈曦和江凡上台。恭喜2位同学获得市级13好学生，谢谢校长。同桌，领完奖可以下来啦。下去干嘛？反正一会儿还要再上来，走上走下多麻烦。下面有请江凡和薛生上台，恭喜2位同学获得学年总分榜冠亚军。冠军有什么话想说？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下去了。那咱们下一个，写连长草稿纸要不要？接下来有请张涛上台。得拍张照片记录一下。手机咋这么卡？是该换。老师啊，现在换手机也不贵。最近我在正转移平台上入手这台95型的苹果13，3000多就到手了，比新机便宜1000多，用起来跟新的一样。而且正转还有官方验证，每台手机都经过真人检测。上面的2手平板跟电脑也很不错，全都保修1年，强烈推荐你也去转转。行。哎呦，张涛上去了，恭喜张涛获得最受老师欢迎奖。向同学们说说班里老师为什么都喜欢你。因为我是唯一让他们有错题可改的学生，他们说是我让他们找到了人生价值。大家掌声鼓励，谢谢校长还对我有印象。校长一向对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，不会因为你是店里把你忘了的。每个学生校长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好，那你先下去吧，徐涛同学。谢。当我转入尖子班，张涛，你考得好高啊，不像我只有500多分。500多分，你下学期要努力了呀，天一。500多分，你少考了1门吗？我们先回去上课啊！你能不能别乱说话？他是因为偏科数学才考40多分，40多分，是做了选择题吗？否则不可能这么低的。偏科懂不懂啊？就是有一门科目怎么也学不好，不是每科都一样简单吗？为什么会偏科？
别说话。张涛回来了，期末考考得不错，年级段35名。虽然你来我们班之前没人低于过34名，我会继续努力。哎呀，好讨厌期末考呀！怎么了呀，学生？因为期末考结束就要放假了，回家就不能给我良好的学习氛围了。你可以多买点卷子回家做嘛。好主意，张涛。那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干点坏事？什么样的事啊？要不和我去隔壁打印室偷点卷子寒假做？我不用，我寒假作业足够多了。那我自己去。哎，陈曦，走之前先教教我物理压轴题呗，我又做错了。没问题啊。等一下，张涛，我也有问题想让你教教我。陪你去看流星。教教我这题怎么错的呗，这么基础的压轴题。Shift。当我转入尖子班。陈曦，这次期末考怎么样呀？一般吧。我第一次听到你说一般啊，这次卷子出的确实一般。期末卷子下来了，学生江凡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数学一个140，一个140.5。我去，你们两个考这分数不应该吧？我赢了，江凡，140.5，半分也不差。下学期继续，下次我们比谁更接近145.5吧。好，卷子发下去吧。哎呀，怎么只有130分呀？你错了第12、第15、第22题，当然只有130分。你咋知道？我卷子你批的？不是，我在考试的时候就猜到了，这3题你肯定会错的。好，那这张卷子哪题需要讲？第12题，老师。谁这么幽默啊？这么简单的题还要讲？我的课上不许开玩笑啊！没事，我帮你写好这3题的解题思路了，顺便还帮你出了几套类似的题巩固一下，不用写。我是不是很没用呀？你们觉得简单的题我还要花时间研究？简单的问题是基础啊，我跟学生也经常研究简单的问题。学生，我们研究一下期末上台领奖时穿什么衣服吧。Shift。当我转入尖子班。这次的物理竞赛很难吧？我一大半都不会做，确实太难了。你也觉得难啊？难是难，但我没说我不会做。骗你的，确实有几问拿不准。哇，那你是拿不到1等奖啊？那我也没差到那种地步吧？陈曦，你考的怎么样？我觉得不咋理想，这次就不奢求1等奖，那你怎么样也有3等奖以上吧？那对自己的要求也不能一降再降吧，张涛。好，那我们讲一下这次的题目，有难度，要认真听啊！这次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听。好，那咱们第一题讲完了。完了，我还怎么睡着了呀？哎呀，这节课又白听了，幸好学生也没认真听啊。老师讲的我又全会，这不又浪费1节课了？哟，这次省节居然没睡觉啊！我正在推公式，老师，在推什么公式啊？凭什么牛顿能推出来的公式我推不出来？我就比牛顿差吗？好，那下次竞赛谁报名？下次我就不报名了吧，这次考这么差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当然可以去。考场招志愿者的，你可以去当志愿者。当我转入尖子班。学生，我这次期末考生物考的全校第5哎，那先恭喜你啊，张涛。你说这第4什么水平？我下学期能不能超过他？不好意思啊，张涛，我一直都是第1名，所以确实不知道第4名是什么水平，但想必不会太高。我还是太菜，寒假也得追赶他们。哎，大家都在啊！张涛，你终于来了，你们在等我来一起学习吗？不是给我吧，江凡，我说张涛肯定会返校学习吧。6。张涛，你怎么寒假都来学习？来巩固一下上学期的知识呀，再钻研钻研。高中这些东西都是几百年前就研究透的东西了，不值得你再去钻研了，张涛。确实，毕竟都是16世纪的东西了，张涛，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最新的理论呀。好吧，我不该说钻研的，我就想学透。比方说，先想想怎么把数学从130提高到140。同桌，你数学好，你有什么方法不？我数学一直以来都是145以上，所以不知道怎么从130开始提高。这个问题你得问问成绩数学不好的人。一个寒假提高10分，张涛，这就有点操之过急了吧？那我先提高5分。寒假有那么多时间，提高10分不需要从现在开始学。大完年再提高也是绰绰有余啊！我又不是你，陈曦，你说我要是跟你穿一样过年，我明年能不能改运当学霸？你还信这个啊，张涛？这是我在唯品会搜阿佩买的，趁大家年货节活动力度特别大，现在点评论区就能挑，而且他家不用底价，全程顺丰上门服务。对，省下的时间可以买点年货。买些啥呀？你可以买点坚果的年货礼盒，补脑。我也给我亲戚的孩子带过，他们都很喜欢。陈曦，那些亲戚的孩子会请教你问题不？会啊，对你来说肯定很简单吧？也不算特别简单吧，有时候我得翻一翻他们的大学教材才能做出来。
我就不行了，晨曦，我去年还被读初中的表弟的问题难住了，答不出来挺尴尬。那很巧，我去年也被我表弟的问题难住了。他问我怎么考上一本了，我说我不知道，我保送的。当我转入尖子班，同学们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谢宇，这人谁啊？你来之前就被国外大学录取的人，高二就申请了国外大学啊？是国外大学申请的我，同学。哎，这位同学我咋不认识啊？他是学期刚转来的，叫张涛。哦，张涛啊，不认识。不过现在就认识了张涛。哎呀，我以前就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。我也是。哎，你看外面刚好有几只麻雀呢。我也看到了，叽叽喳喳的，叫得怪可爱的。我与窗中窥山鹤，恰如仰头见春台。哎呀，兴致有点高啊！谁有题借我刷几道？我这里倒有一题我做不出的竞赛题，我帮你看看。做完了，帮你写了6种方法。谢谢啊，这种题就不用谢了，完全没用到脑子。6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喜欢做题啊？哎，我这人就是一高兴就刷题，一刷题就高兴。我也差不多，不开心的时候就刷题分分心，开心的时候就刷题助助兴。你们是不是正常人呀？张涛。保持自己的节奏，急着追上他们只会为你徒增烦恼。我想你不想为同时被好几所大学录取，不知道选哪个而烦恼吧？当我转入尖子班，哎呀，玩了一上午了，该休息一下了。那接下来干什么呀？好累呀，要不我们去买套竞赛题放松一下吧？可以，那买一套回家做吧。做完了，你是如何做到写的满满当当又惨不忍睹的？哪题错了呀？你应该问哪题对了。这题要用到的公式，算了，我给你画条辅助线吧。什么公式你得说出来呀，你不说我咋知道？好，那我们用莱布尼茨公式。辅助线画哪？画这里。为啥你们总能一眼看出辅助线画哪里啊？不知道，肌肉记忆吧。大脑还没思考完，手就已经画完了。你们在画画吗？我们在画辅助线呢。不过画画我确实自学过一点。是吗？那可不可以教教我？可以啊，比如说画人像啊，首先构思体型，再打出大致轮廓、五官的位置和基本形状。像这样吗？画了一张自画像。张涛，你教的真好，我一听就感觉学了个大概了。学生，但你的绘画天赋不及张涛，张涛的手稿要比你画的好看。你看张涛的猴子画的多好看呀！